欢迎大家来到老爸的时光，把美食带进你的厨房。好久没有正儿八经的给大家分享面包了。我看很多朋友最近也是看了一些有个别面包添加剂过量的视频啊，不敢吃了。那今天给大家分享一道家庭版的菠萝包。别看做法简单，但是味道不比买的差。脆脆的酥皮，软软的面包，非常哇塞。首先呢，先做一个甜面团，是500克的高筋面粉中加入5克酵母粉和10克的奶粉，先简单搅拌一下。简单搅拌后啊，再加入80克的白砂糖，250克的牛奶，打入1个鸡蛋，大约60克，然后把材料再简单搅拌一下。材料搅拌成絮状之后，最后加入50克的黄油，2克的盐，然后揉成一个面团。今天做的这个面包啊，没有馅儿，如果是想吃带馅儿的啊，可以把面包里的糖减少到50克。还有就是，如果是刚开始尝试做面包的朋友，要注意用到的鸡蛋、牛奶，天气热的话要用凉的，因为和面的时候会产生热量，很容易导致面团还没有揉好就已经发起来了，这样做出来的面包就不好了。除非天气特别冷的时候，一般的情况下做面包用到的液体都是凉的。那面包里面有黄油，刚开始会有点粘手，就像洗衣服一样，这样在案板上揉上一会儿就不粘手了。如果家里有和面机的话就方便了，没有的话就像视频里这样，用揉拉摔的方法，大概15分钟左右就能揉好，只需要揉到像视频里这样能轻松的拉长还不断就算好了。以这个面团为基础的话，可以做几十上百种的面包出来了。面团揉好之后就放回到面盆中，盖起来醒发了。趁着醒发的时间来做菠萝包的酥皮，是120克已经软化的黄油，加入100克的白砂糖，再打入1个鸡蛋，大约60克，用打蛋器或者是直接下手搅拌均匀。搅拌均匀之后啊，再加入250克的低筋粉，揉成一个团就做好了。发明菠萝包的人啊，真是一个天才啊！用一个简单的方法就把普通的面包变得又好吃又好看。揉好之后呢，为了方便下一步的操作，可以把材料先分成12份，一会儿正好是做12个面包。分好之后盖起来，防止风干。那面团是醒发到2倍大来制作。今天做的这个不带馅儿，所以就简单很多，只需要分成12个小的面剂子，再简单的揉圆放入烤盘就行了。那想吃带馅儿的，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随便加，稍微大一点的超市啊都有卖现成的馅料。全部做好之后就放入烤箱2次醒发了。烤箱有醒发功能的就方便了，没有的话可以同时放一盘温水辅助醒发。第2次醒发同样是醒发到2倍大，取出来烤箱就可以升温了。趁着烤箱升温的时间，把刚才的黄油皮铺在面包上，可以用保鲜膜包起来，擀扁之后铺在面包上，这样比包起来的做法更简单。铺的时候由于面包已经醒发过了，很软，所以要慢一点。全部铺好之后呢，再刷上一层蛋液，这样烤出来的颜色就非常好了。可以把蛋液刷2遍，刷的稍微厚一点。那烤箱的温度设定是以80升的烤箱为例，是把上下都预热到180度，放在烤箱的偏下层，就是保证面包在中间烤20分钟左右。较小的烤箱实际温度受热会更高，建议烤箱每小时升温度降低5度。最后烤到焦黄上色，表面裂开就可以出炉了啊。
别看咱这个方法制作挺简单的，但是味道一点都不比买来的差，脆脆的酥皮，软软的面包，非常哇塞。好了，为了方便大家去记视频中所需要的材料，视频下方的备注栏或留言区有文字版的配料，有问题可以在留言区留言。大家如果喜欢老爸做的美食，记得帮忙关注点个赞，谢谢大家。那今天的这期美食到这里也就结束了，也祝大家生活愉快。